从今年5月到9月尾啊，短短几个月内啊，公积金局就出账了将近108亿令吉啊，你怎么看呢？对啊，钱不够用。马来西亚有很多，特别是中低阶级的一些朋友，其实都在面对钱不够用的一个问题。哪一种人啊，是最不适合这个第三户头的这个政策呢？之后有一点讽刺，我讲就是不会储蓄的了。对他来讲，他就永远记得，我还有一个户头可以用钱，所以他在检查他有没有钱的时候，他是连这个户头一起检查的。如果你单靠公积金退休，基本上你可以过的这个退休生活叫做只是应付你3餐的生存而已。当你又去提领公积金来应付其他的一个开支的话，你的退休金肯定是不够的。大家好，我是伟健，现在你收看和收听的是 BFN 财经为您制作的理财好好学。那么最近呢，首相兼财长安华就说，雇员公积金局啊，在5月11号为会员增设了第3户头，也就是 Account Flexible 灵活户头之后呢，截至9月30号啊，就有386万名会员从第3户头取出了将近108亿令吉的存款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55岁以下的会员当中，就有29.4%的会员呢，从第3户头提出了款项啊。那么这种现象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会员的退休生活，又会如何冲击公积金局的这个投资布局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和我们讲解更多。志强老师，欢迎你。你好，各位观众好。好的，那么志强，我们首先就单刀直入了。第一个要问你的问题呢，就是从今年5月到9月尾啊，短短几个月内啊，公积金局就出账了将近108亿令吉啊，你怎么看呢？对啊，钱不够用。其实我说钱不够用，为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因为会动用这个户口了，一般上就是自己手上没有其他的一个钱根据这个报道，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南洋记者一个报道，他说有接近42%人提领，其实是因为要还债。所以你看，是钱不够用，然后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欠住这个债，所以就提领出来去还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现象来讲的话，其实所以我才会一来就讲钱不够用，就是现在很多人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才要动用到这个原本属于退休金的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呢，现在第3户头的这个政策呢，已经是实行了，讲真有一段时间了啦。你身为一名财务规划师呢，你是觉得这个第3户头的这个政策，这个 policy 怎么样呢？我们从2个角度来谈从这个公积金的角度来谈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一个政策。如果你有发现到的话，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因为要为了应付人民钱不够用，我们开放这个户口给这个会员提领提款特别的这个提款。对，后来就继续又变成有贷款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存在。OK， 会员还是一直就是觉得不足够，一直还是觉得钱不够用。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其实公积金就设计了一个机制，就是与其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做一些的短期的一个政策，倒不如我来一个长远的一个政策，可以满足你的一个需要。OK， 这样满足你的需要里面，同个时候公积金又要做好作为公积金的一个责任，就是保护你的这个退休金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他在整个设计里面，他就创造第3户口，然后就叫灵活户口，然后是18%，然后也让你随时可以提领。从公积金的角度来讲，这个随时可以提领，其实就叫做紧急储备金来的，在你手头上没有钱的时候，你可以动用这个户口的钱，但是也就是说尽可能是不要动用。但同个时候，其实他也把原本的过去就是户口 A 跟户口 B 里面的30% 里面改成户口 A， 它调整了，就是第一户口调整到75%。第一户口其实也就是公积金最为关注的，就是那个是一定要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才可以动用的。所以当他在推出这个灵活这个户口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既把这个第一户口的这个要求进一步的提高起来，同个时候又满足了这个会员的一个需要。OK，这个我就说从公积金的角度，我觉得他们是在尝试拿捏大家的这个预期里面，我觉得他做到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这是从公积金的角度，这样回来我们从为这个会员的角度，就是从这个大众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特别是中低阶级的一些朋友，其实都在面对钱不够用的一个问题。OK， 因为我们要知道公积金，即使你
就是你不管你是就12亿还是13-10亿，就是合起来就是看你的这个收入是5000以下还是5000以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储蓄在公积金，如果你是做工到60岁然后退休的话，应付你到85岁或者是85岁以上的话，基本上其实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不大足够的。所以现在你又进一步的一个提领，所以也就面对了当你退休其实是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的，就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在我们还没有退休之前，当我们发现到我们现在还要靠公积金来维持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钟，让我们更要认真的提前做好退休规划准备。是的，那么说到这一点呢，其实刚刚老师你说有几种嘛，之前关于这个公积金提款的这个选项，那么第一次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是有特别的提款嘛，就1万令吉之类的，1万令吉、5000令吉这样子的特别提款。然后过后呢，又有一个借贷的好像折中方案，现在就轮到了这个第3户头的这个政策嘛。那么其实你纵观对这3个政策，你是觉得第3户头的这个是最好的，对不对？就是根据这个需要，就是市场或者会员的一个需要，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好的。所谓的好就是利的这个部分，就是它也适合一些就是把自己个人的这个紧急储备金用尽的人，最还有多一层的紧急储备金在公积金可能可以动用这样子了。那么说到这一点，你觉得哪一种人是最不适合这个第3户头的这个政策呢？最不适合第3户头的政策的人，基本上有时候有一点讽刺，我讲就是不会储蓄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先讲一讲。其实会储蓄的人才应该要拥有这个第3户口。为什么呢？其实一般上你会储蓄，你有理财的一个意识，所以你是在万一在没有办法底下，你才会去动用这个钱嘛，对不对？如果原本都不会储蓄的人，当你提供这个第3户口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他就永远记得，我还有一个户头可以用钱，所以他根本没有因为有了这个户头过后会让他去做储蓄这件事，他不会的。他永远就记得，他只要用到钱就想到那个户头还有没有钱这样子罢了。所以他在检查他有没有钱的时候，他是连这个户头一起检查的。所以我才会讲，其实严格来讲，若我们这个户头应该是会储蓄的人来帮他做紧急储备金啊，但是不会储蓄的人，基本上这个也变成他另外一种的来往户口，或者是随时可以动用的户口而已，这样子的情况。是，就其中一个savings account， 他要拿就拿了，对不对？对。那么其实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的案例呢？就是比如说是因为一些好像缺乏这个理财规划而导致到就是他们退休过后呢，面对一些财务上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子呢？我要讲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发生在我自己朋友的一个父亲的一个身上。我这个朋友父亲其实他在年轻，他就在新加坡是驾巴士 driver 的。他父亲从新加坡退休回来的时候，就从 CPF 拿了这个新币回来，换成马币是大概有100多万了，感觉上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退休嘛，对不对？其实我先讲一讲，就是3年过后，我发现到什么？他父亲回去在马六甲，当时还没有最低薪金制驾回这个马六甲的这个短程巴士，一个月拿出800多块的一个薪水。他退休的时候有100多万，然后到转回来又要叫回巴士，为什么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他有100多万自己在手上，他没有做好退休规划。我讲的是已经都没有做好退休规划，都会面对这个窘境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呢？其实我发现到几点。第一，当然他回来过后，他为家里稍微做一些装修那些，我觉得那个也是不大。其中花了他最大的这个损害他的退休金呢，就是他其中一个儿子就是要求他父亲跟他一起去投资他孩子的生意投资孩子的生意，跟他另外一个朋友要求他投资他一个朋友的一个生意，可以说基本上这2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败笔，这2个就变成了可以说是短短的2年多左右他退休过后可能半年过后开始投资，然后不到1年多左右就把所有的钱其实是亏完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还变成了就是听说还有一些债务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父亲就变成到最后连生活费都是一个问题。OK， 但我想讲就借他父亲的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即使你手上有一些钱，当你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你必须要认真的去做退休规划。退休规划不纯粹就是你存足不足够钱，如果你连存不足够钱，那肯定是又是问题。一些钱可能足够，可能不足够过，你也同时要认真的去做规划，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如何保护好你的这个退休的钱，让你好好的去过退休生活，这个非常重要。不然的话，老来连安定的生活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其实by right有精明去理财的话呢，其实是 sustainable 的，对不对？ for 退休过后。
在我脸书每次私讯我的，有很多人会累积下来的。这个债务基本上是在哪里？就是个人贷款跟消费性的一个贷款啊，这个反正我看到这个趋势也非常的一个多。打一个例子，我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人他可以信用他的这个电话是用这个分期贷款的，OK， 他的这个除了电话，他又有电话啦，又有什么 iPad 啦，又有这个电脑啦，然后又有这个椅子也是啊，这个打电玩的椅子打 game 的又很贵的也是分期付款啊，旅行也是分期付款的，然后还有游戏也分期付款了，就是先拥有后慢慢还钱的这种付费方式啊，其实也就是造成很多人钱不够用的一个问题，或者陷入债务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就是理财意识不足的一个东西。破产局如果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数据里面就会显示出，其实在35岁到44岁是最多人破产的 ，OK， 是35到44岁，35到44岁的人破产，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趋势也增加。当然35到44，我可以讲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上的人生里面这个财务负担最重的。打个例子，就结婚，可能买房，可能结婚的这个费用，生孩子的一个费用，所以造成很多人很多 commitment， 对，然后也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在35岁之前就累积下来，然后只是在35岁过后没有办法符合面对破产这个东西。OK，当然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再强调的就是34岁以下的34岁以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比例上就是总破产人数的一个比例上，我有去翻查了破产局的这个数据。2022年25岁到34岁的人，他其实占的比例是大概13%，在2023年的时候就上升到15%，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破产有一种趋势，就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这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也就是在反映就是年轻人理财的意识确实是不足。当然很多人跟我讲钱不够用，所以要什么？对，不管钱不够用，如果你有理财意识，你就要用钱不够用的方式去规划你的钱。OK，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钱不够用的这个问题当作是问题来规划的话，你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理由，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来的啦。我觉得 part of the reason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知道吗？最近我们那年轻人用电话、手机应用程式很多那种 apps 那种网购的 pay later 是不是太多这一些？这个我相信啦，因为你一开手机诱惑你消费的不管是直接消费或者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造成你消费的，这个诱惑是多过告诉你要怎样好好规划你的钱财，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根源哦。But 你觉得 is it a good thing？ 是不是一个好的东西？这个 pay later 的东西，如果精明使用的话，从理财的角度肯定是不好，除非我们从理财角度就是从想要跟需要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从需要的角度去 pay later， OK， 打一个例子，你现在因为你要去做 Grab 送货，这样你或者 Grab Food， 这样你需要一个 model 这样 OK， 这样你就 pay later 在那 model 身上，因为你是赚钱这个东西。但是你纯粹只不过是想要在朋友圈里面炫耀你有一个比较这个最 latest 的一个手机，这个全部大多数人的 pay later 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 pay later 其实也在反映出你有没有办法掌握跟控制你的一个欲望。所以理财的关键点也就在于你对自己本身的自主的能力，就是在欲望的自主的一个能力有多强大。好像我跟你讲一个半开玩笑，有一个人跟我讲，我女朋友要嘞，我没有买给她，等一下还要跟我分手。我讲这种也是值得考虑，应该要早一点分手了。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如果你抓住其实是在我能力范围我才去做的话，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不同意你这样子的角度的话，你要认真的去思考，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更重要是要有正确的这个意识跟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才可以走得长远，才可以真正享有不是短期的快乐，你才可以真正拥有人生的长远的快乐。好的，老师，我们 back to 我们这个 EPF 的这个政策这一边的其实我们看到呢之前呢55岁以下的会员呢，他们每个月缴纳公积金的那个比例呢 after 这个第三户头政策推出了之后呢，也是有一点变动嘛。因为之前呢存款存进那个 EPF 户头里面的那个 ratio 呢是70-30嘛，70在第一户头，30在第二户头嘛。现在有了一个第三户头，就是75、15和10嘛。那么 since 那个 ratio 提高了啦，你觉得会不会抵消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三户头的这个提款潮的一个现象呢？会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就是会提领的那一班人啊，其实也占了大多数了，其实还是会继续提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面对的最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钱不够用，他们钱不够用里面，特别又在面对债务压力的时候啊，他们一定会去提领这个东西。真的，万一有一些很 emergency 的那一些needs紧急需求的话啦，你觉得你会不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们呢，要动这个第三户头的这个念头，还是要 rely on 其他的一些渠道工具呢？从理财的角度，我们在正常的理财上，我们一定说你必须要有紧急储备金的，3个月到6个月的紧急储备金， 3个月到6个月。这样如果说你真的发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大家里家人因为伤亡或者是生病，还是某一些状况被敲诈，还是各种的一个情况，而造成你没有了紧急储备金，然后你又要应付你的日常的一些开销或者一些紧急的一个开销，这样动用公积金，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同意的，认可的。这是认可，因为那个的准备其实就是给你紧急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公积金局而言呢，你觉得这个第三户头这个提款潮，你看短短几个月内108亿没有了所以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一些投资布局啊，或者 dividend 会不会影响到我所知道的来看其实我觉得不会啦，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公积金其实每一年就是贡献进去公积金的这个数其实是也非常的一个大，所以以公积金的这样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在里面跟专才，其实他们已经是做了这个适当的我们叫做 portfolio 的 rebalance， 就是组合的一些调整，来应付这方面的这个支出。这个也不会，我觉得他也不会对他们讲不会是一个 surprise 他们已经是预估了会有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从投资的角度，我们也是要知道，就公积金其实也是全球其中一个拥有最大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就是我们有我一下子正确数据我应该是5000亿以上，如果没有错的话。所以基本上拥有这样庞大的这个资金的角度里面，提领这个区1%里面的话，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讲资金大的话，其实我们要找的是有潜能的投资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在对公积金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在管理上反而是效率上是不会受太大的一个影响的。它只是不要突然的提领，就是有18%、20%被提领出来，这样可能会打乱它原本的这个策划。但是如果是这个只是几%的3-5%里面的一个这个提款的话，或这样子的这个安排的话，然后它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注入的话，对我来讲这个影响是不大的。OK， 好的。我也想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觉得如果他们从这个第三户头提了款出来啦，会不会就是影响到他们未来的那一个退休的那一些规划之类的那些东西？很标准化的一个方式，一个人如果说23、24岁出来工作，25岁出来工作了，工作的时候如果他的薪金是3000令吉啦，然后每一年的起薪都是大概是3到4%左右，3到4%左右。如果他工作打个例子是30年，就55岁了。刚才我讲的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如果他的起薪3-4%，就是他的起薪如果是符合通货膨胀的这个率的，同个时候这个公积金的回报率一直可以保持在5%到6%左右，也是比通货膨胀来的高一点的话，因为你要知道他现在储蓄23-24% 嘛，公积金里面，所以也就3000令吉的23% 左右，就等于是大概1000多块左右。OK， 所以你要问自己的就是，如果我退休的时候我完全不要动用公积金的钱，到我退休才提领的话，今天你储蓄大概如果是1000块钱的话，基本上当你退休，如果你也是退休30年活到85还是90岁的话，这样你要问回自己，我是不是可以用回大概1000-1200块，以现在1000-1200块我可以过日子吗？你要明白，如果你认为你现在的1000-1200块可以过日子，这样可以咯。但基本上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辛苦嘛，对不对？如果到时候你的另外一半又没有工作的话，就很大的一个挑战，而且再加上未来的医药费越来越重的时候，就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你单靠公积金退休，基本上你可以过的这个退休生活叫做只是应付你3餐的生存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要过更好的一个退休生活，其实你反而是要增加你的退休金的这个储蓄的 ，OK， 跟投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当你又去提领公积金来应付其他的一个开支的话，你的退休金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你在我经验里面，我就发现到很多人不够这样你就要延后退休咯，或者你在退休过你还继续做一些工作有收入咯，要不然的话你就会面对着钱不够用，在你往后年老的时候钱不够用，然后你要靠子女还是可以靠子女也好，如果靠不到子女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了，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呢他们
们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一点很好的就是他们开始会想，我到底要不要自己再存多一点钱进去这一个公积金的户头里面？你认为这样做是一个好事，还是你觉得他们应该 diversify 去其他的一些 investment tools 呢？如果说年轻人问我，或者我中年人问我的话，一般上我会建议就是公积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型的一个储蓄，但是站在我们讲复利的角度，我们理财投资讲的是复利的一个角度，而且我认为自己学习跟掌握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大的回报率是好事来的，所以我们会鼓励就是除了公积金之外，不妨去寻找这个投资的这个可能性 ，OK， 当然也就是寻求类似我们财务规划师的协助，让你做一个比较科学化的这个资产的一个组合，去创造更大的可能性，这是好的。如果你认真的往价值投资角度去做的话，基本上你也对于整个经济、整个大环境有一定的敏感度，然后它对你实际的整个财务的这个提升是有所帮助的。那么老师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以现在年轻人为例啊，就相信很多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要有 liability 了，就是那个 PTPTN 要还学贷。如果有些人呢来大城市工作，他们一定要有一辆车嘛，对不对？你就要开始还车贷了。那么你觉得呢？如果手上真的是有闲钱的话呢，PTPTN 还有车贷啦，这两者之间，你觉得可以优先解决哪一个呢？伯伯的专业理财的一个角度 ，PTPTN 他借你钱，他其实就是让你去读书 ，OK， 让你读书，你必须要珍惜，就是我们用公共的资源去支援你去读书。但他支援你读书，他也是有条款告诉你几时要付钱。而作为一个借贷人，当你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执行你的义务，这是没有得讨论的，不可以说走捷径啊。很多人没有给，没有，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去执行这个东西。那个你必须要先考量这个东西的承担过，你才来看你的现金流可以不可以买车，而并不是说不管因为我要买车，我就不看 PTPTN 先，这个不管，这不对的，因为你伤害的是你的学弟学妹，你伤害的是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年轻的学子。你要知道，你已经享有了公共资源提供给你的这个借贷完成学业过后，你去执行你的这个义务，我觉得这是肯定要自己去做的。你觉得如果真的是有闲钱的话啦，我能不能就是给多一点钱在 PTPTN 那边，还是继续给他 monthly installment 这样子供？如果你的资金又有限，一般上我们会建议你就是照做你原本应该要还的钱，就是持续去还这个 PTPTN 就好了。然后同一个时候，如果你付车款的钱，你也在你的现金流规划里面，你就照做原本的规划里面去还就好。当你有闲钱的角度的话，我会建议，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你要把这个闲钱让你掌握理财的能力。理财能力里面也包括从最基本的，你应该要把保险规划好来，你要把紧急储备金做好来，你要开始去学习，不管小额投资也好，你要开始从小额投资去感受市场的波动，去感受市场的这个不管是上下影响你的亏损或者是盈亏都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去体验，你去感受，你去学习，然后你掌握了这样子的这个基础过后，这个才会更为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你有限的一个资源换成最高的一个价值。好的，那么老师，其实我接下来我也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根据这个国库控股的研究院的数据啊，过去30年打工族平均薪资呢，每年就只增加了56令吉啊，这个很恐怖。那么在2010年一直到2021年呢，依然有60%的大学毕业生啊，他们薪水不超过2000令吉啊，真的很吓死人。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我们在理财上，我们常讲开源节流这件事情。对，我们看到收入不能增加，收入就在开源的一个部分嘛。是为什么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办法增加？它一定是关系到什么？他的这个产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请这个员工回来，你给他2000块，他可以帮你赚5000块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就是更高的薪水的时候，这样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帮你请走他，就用3000就会4000请走他。所以为什么没有人要请走这一些人呢？很大的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你本身的这个产能不大，这个东西我们要先关注。当然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从比较微观，就是个人角度，我不讲宏观的一个角度先了。就是如果你也是卡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里面，你先要问问自己，我如何让我的产能产生更大的一个价值。所以你要知道是市场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能力，你要去把这个能力掌握回来，这样你才有可能为你的这个收入这个升高起来，为自己增值。对，是不是为自己增值。不然的话，你所谓的价值是由你读书
为你注入的那个知识的话，那个知识可能并没有符合市场可以创造产能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不能就是怪没有人愿意付这个钱，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收入增加起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工作能力提升起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叫做积极性的开源，这个很重要。积极性的一个开源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工作的能力获得提升，这是第一。然后在理财上呢，我们讲就是另外一个积极性的这个收入，就是你的投资的这个能力啊，这是两个，所以两者你同时去增进的话，这个肯定是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消费我基本上叫做节流嘛，我们节流对我来说，你必须要做到就是有高消费高质化。我叫高质化，什么叫高质化？就是如果你为了人有我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的话，这样基本上你又进一步让自己掉入那个漩涡，没有办法旋转的一个漩涡。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消费是做了什么，可以让你未来产生更大的价值，这个比较有价值一点。举一个例子，你把你的钱可能直接的你拿来学习上课上学，可能对你的理财有进步的，都有增进，而且长期去做的，这个很好啊。又或者你去插你一些训练讲话的口才的，这个训练这个演讲的，这个很好啊，你可以让自己去培养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起来。你的消费其实在某个角度里面是增值的，帮我这个增加财富的，对，这个更重要。如果我们缩小来讲的话，你也是要问自己，你平时消费你有没有思考过你的消费的这个，人家一样花1块，你的1块钱是值得1块吗？什么意思呢？接着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最近我在半年前有买一个晒衣架，这个晒衣架我就在一个连锁的这个五金店看到，我觉得70多块，我讲我只要买一个小小副放在我主人房外面，就是晒一点点的这个衣服那种情况。可是当时我要买的时候，我也是想，我还是要买一副比较好一点的，OK。后来我讲没有关系，这看起来也是不错，这样就花了70多块，结果用不到3个月就烂了，你知道吗 ？OK， 基本上我讲，哎呀，早知道我就一下子就决定去买杠了，亏损了。结果后来我就正式就买一个白杠的回来，就200块钱，所以结果我就在这个晒衣架买了多少钱？270块，对吗？270块，对不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有一个叫做就是你花费的时候你有价值参考的这个思维啊，你就会觉得，这样我不是为了要便宜一点还是什么，没有，我要买我就要断定我到底要买哪一个价值最高。假如我一开始就买200块钱的，我就不会浪费了那70多块，对不对？是啊，这个可以放住什么？放住在你买鞋子、买衣服、你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要讲，因为有一些人为了要省钱，结果花了更多不必要的一个钱，是穿没有多久就烂了用没有多久就烂了，对，或者穿了会影响自己本身很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的这个意识要去提升。然后宏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谈，因为宏观的东西是在我们控制范围里面，控制不了啊。你在怪政府怪什么都没有用这个东西啊，你唯一可以改变的宏观，你真的要改变了，你可能就不要在这个环境工作了，可能是这样子，暂时这样。但是那又不同的一个课题去探讨了这个情况。好的。那么老师，其实我们要 back to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啊，是不是？对。所以我们说到投资理财这一方面呢，我刚刚相信老师你也是有说提供了很多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有不懂3到6个月的这个紧急储备金，如果我们要学会diversify 我们的一些投资工具啊，提早让我们了解这个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我们也有要还贷，其实这各种各样的就还贷啊、投资之类的紧急储备金，你觉得哪一个必须要优先去处理的呢 ？OK， 基本上紧急储备金一定是我们第一点的。我们永远讲紧急储备金，因为紧急储备金就是一个，就像你踢足球，那个是 goalkeeper 来的，你一定要有紧急储备金。你有了紧急储备金过，第二你一定要开始培养储蓄的能力，就不管多跟少，我们一般上建议除了公积金之外，你每一个月储蓄18%，那是一定要的，那个是必然的。你要把这个习惯变成是一个习惯，就是我存了过，就是我先储蓄后消费，这个习惯一定要有，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有了。这样消费的话，这样你就要回到你的消费的一个能力，特别是贷款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要额外的小心。一般上我们说，如果说个人理财的话，不管是个人或者你有家庭过夫妻俩的总借贷的每一个月的偿还呢，尽可能不要超过40%，不要超过40%就是健康了，50%就有一点点比较负担很大就比较大一点。到了60%，我们觉得就有一点 over 了，所以超过60%其实对我们也是过了红线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情况。所以不管是汽车、房子或者个人消费贷款，这都是走回这个指标，总借贷的每个月供款尽可能控制在40%里面。这40%是根据你的净收入收到的钱。OK， 比如就是说你1万块钱收入，你净收入是9000块，因为你扣掉公积金还是9%，这样你用这个的比例来做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越走理财这条路越辛苦，就是因为你没有照做这个比例，你预先透支了很多的这个开销，所以造成了你无可避免的这个压力。这你觉得我能不能把这个紧急的这个储备金，我拿去投资在一个比较没有，紧急储备金就是你只可以放在储蓄户口、定期户口罢了，不能定期户口不能来做投资的。你一开始进入投资，你就要有分散风险管理一个概念在里面。这个紧急储备金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一个风险，它的面对的就是万一发生的一个情况，它为了万一而准备的，它并不是为了要去赚更多钱而准备的，大家搞清楚。要为更多钱而准备，那是你额外在储蓄后的钱。是因为我看那种 social media 他们很多说放这也是放这，这样我不如放在 FD 那一边怎么样？放 FD 是对的，但是你不可以拿去做投资，你拿去做投资就不一样。你做投资过后，你会被投资的情绪引导那个钱，所以不应该这样做。随着市场情绪又追高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对，所以放在那种低风险或者是零风险的那一种，虽然回酬不大，不过它风险很好的，就可以放在那一边。一般上就定期存款，或者就是有的话再要去的话，就是 money market 或者是债券，就这样子而已。money market fund 的话，那个风险比较低，是不是？那么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紧急储备金你是怎么计算的呢？就是我们有2种的计算方式，一就是用你的每一个月的开销来做3到6个月，如果你每个月开销3000，3个月就9000，6个月就18000，然后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用你的这个净收入也可以，你净收入的3到6个月也可以，就是2种的一个方式。最基础的一定就是用你的开支。3个月，这是最基础这样子的东西。好的，那么老师来到最后，你觉得你还有什么额外的一些理财或者投资的这些小贴士，你想要分享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的吗？理财我们要讲越变越好呢，最大的一个关键是永远不是向外抱怨，永远问到底我现在可以做什么，让我的财务变得更好。在消费上，我可以怎样更加的精明的消费？在开源上，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永远往自己本身这个角度去思考了过后，再去找解决的这个方法跟找这个可能性。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志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非常硬核有用的理财知识啊，非常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好的，那么听完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大家又有什么想法呢？你有没有从这个公积金局第3户头提款出来？那么是用作什么用途呢？也欢迎在留言区那一边跟我们分享一下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我们再会。